歡迎來到明星新聞 MKN Star News 頻道，請訂閱頻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。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：張凌赫首登 L 牌面拉滿，末日貴族造型曝光，這身材是真實存在的嗎？家人們，內娛的帥哥又開始內捲了，這次捲的不是古裝，而是時尚圈。就在這2天，咱們的清冷系男神張凌赫悶聲幹了一件大事，首登頂級女刊 L 封面，直接解鎖了人生第一本5大刊里程碑。不得不說，張凌赫這波資源簡直是坐上了火箭，不僅拿到了 L4 月刊的黃金檔期，還驚動了3大頂奢品牌聯合推風。這牌面在95後小生裡絕對是頭部梯隊了。這次的大片主題也特別有意思，叫末日貴族。別看主題這麼高冷，照片出來那可真是帥得讓人挪不開眼。據說拍攝現場直接把廢墟和荒原搬進了鏡頭，張凌赫化身最後的紳士，穿着金貴西裝走在斷壁殘垣之間，那種清冷的破碎感簡直要溢出屏幕了。為了拍出那種末世的孤獨和力量感，這次還用了動態 AI 渲染技術，比如那些飄動的紅綢軌跡，跟他眼神裡的堅定一碰撞，網友直呼每一幀都是藝術品，根本不夠看。雙引號，而且這哥們在造型上也太敢穿了，短短幾分鐘的視頻和幾張圖，他就換了6組造型，從筆挺的黑色西裝紳士，到野性十足的牛仔風，再到未來感拉滿的科幻風衣，每一個造型都硬控我10秒。特別是那幾張側顏照，192厘米的身高，配上深邃的骨香，往那片荒原裡一站，那種孤獨又高貴的氣質，簡直就是小說裡走出來的末世大佬。當然，最能打臉的還是粉絲的手速。這本雜誌開售僅1分鐘，銷量就衝破了9萬本。後台直接擠爆，這哪裡是買雜誌，簡直是在搶春運火車票。從蒼蘭訣的長橫仙君，到如今手握頂奢，穩占時尚 C 位，張凌赫這一路走得踏實又耀眼。這次解鎖5大刊，不僅是他個人的時尚加冕，也標誌着他正式殺進了95生的頭部時尚陣營。最後問一嘴大家，這次 L 的末日貴族大片，你覺得哪個造型最絕？是廢墟裡的金貴西裝，還是風衣配荒原的氛圍感？張凌赫不拍戲的時候，我都在研究這個。前一陣，張凌赫的新戲《歸鑾》開機，除了像往常一樣提前熟讀過劇本，這次進組他還做了個特別的準備，就是帶上自己的相機。攝影是他的新愛好，在不耽誤工作的前提下，最近他幾乎把所有的空閒時間都花在了這一件事上。不同相機的性能區別，拍攝怎麼取景，後期的調色風格，好像找到了一個新的原點，從此延伸出去的每一條枝枝杈杈都是他感興趣的。之前他也沒料到，這個偶然形成的愛好會以這種迅猛的姿態，為他打開一扇新世界的大門。突然覺得，是不是我也可以擁有一個相機，去記錄一些時刻？他清楚地記得與攝影相遇的具體時刻。去年年底，他在家休息，正好趕上舅媽帶着相機來給大家拍全家福。其實也沒有多講究，但這個可能性戳中了他。在他的工作環境中，相機隨處可見，他本人也時時刻刻都在面對鏡頭。但專門用一個相機去拍攝一些生活中的珍貴畫面，一下就讓攝影有了特殊的儀式感。從那會兒開始，我就搜索相機的品牌，然後一發不可收拾到現在。雙引號，張凌赫的愛好不多，但一旦愛上，就必定認真對待。上一個這麼上頭的愛好，還是電腦。在過去的很長時間裡，張凌赫的業餘精力都花在了研究電腦硬件上，因為他想知道各種配置，怎麼才能把它的性能發揮到極致。特別有成就感的時候，
他還會把自己的研究成果曬在社交媒體上，不用多說什麼，一張圖就能表達當時心頭的大滿足。現在，他在這個領域已經玩到了幾乎極致的程度，方法和熱情都可以平移到攝影上。或許在多數人眼裡，攝影的樂趣只是按下快門那一瞬間的爽感，但在張凌赫這兒，等待他去弄明白的事太多了。從設備到後期，他想把所有的不明白都搞清楚，玩也要玩得專業，玩得盡興。我是裝備黨，開始這個愛好的第一步，就是了解一下各個品牌的各種相機到底有什麼區別，然後都嘗試一下吧。年初的工作繁多，要拍新戲，也要參加一些公開活動，但這些都阻礙不了張凌赫每天下班後全情投入到自己的小世界裡去。對此刻正在上頭的他而言，回到房間，只剩自己一個人，安安靜靜地面對這些新淘來的相機，一邊了解它們的功能，一邊搜索與攝影相關的各種知識，就是一整天裡幸福的時刻。所謂的生活，就是自己的愛好。當我脫離角色，接觸到我自己喜歡的東西，就是生活感很強的時候。他喜歡這種每天都比過去多懂了一點的狀態，也享受那個精準為生活定格的自己。這種理性的鑽研精神，同樣被張凌赫用在了表演上。雖然不是學表演專業出身，但自從2019年入行，每次拍戲都是他給自己創造的學習機會。在那些密集的拍攝日程中，他不僅在完成自己的戲份，更是在有意識地構建一套關於這個行業的全景視角。拍了幾年，越來越了解拍戲到底是什麼樣的。不光是演戲，更是在拍戲。在片場，張凌赫除了關注監視器裡的自己，還會花更多的精力去琢磨現場的每一個人。從分析編劇寫的台詞脈絡，到拆解導演的調度細節，再到觀察攝影師和燈光師等各個職位是怎樣工作的。比起單純依靠感性帶着自己進入角色，他更想了解這種集體的運轉方式。對他來說，一部作品的完成絕不只是依靠演員的表演。了解這個過程，其實也是在完善自己，通過自己的表演去配合這些部門，更好地完成作品。雙引號，時間長了，這種思維方式也幫助了他的表演。在最近播出的新作品《逐獄》裡，他飾演的落難侯爺謝征有一段隱姓埋名的經歷，那段戲份充滿了市井感的人間煙火氣。在當下這個什麼都追求快節奏的大環境裡，這類生活化的鋪墊其實並不討巧，但在張凌赫看來，這些看似平淡的瑣碎，恰恰才是勾勒出人物靈魂的關鍵支點。我覺得這是屬於角色的高光，就是角色性格和經歷比較立體的地方。正因為有這樣一種經歷，才讓角色的光環更加突出。他不擔心慢節奏會消耗觀眾的耐心，相反，他更看重人物的心理邏輯。只要這個設定能讓角色更加鮮活，讓故事更加精彩，那它就是應該存在的。節奏快是現在的審美趨向，但這不會限制你在哪個場景演什麼戲。雙引號，這種對完整性的追求，也讓他習慣了在作品播出後，以一種旁觀者的視角進行復盤。每次新劇上線，張凌赫都會認真回看自己的表現。比如他現在還會偶爾想起《寧安如夢》裡的謝薇，惦記着假如未來能有類似的機會，自己就可以在表演上更進一步。如果有一天我能再演一個權臣，應該能比之前演得更好。雙引號，這種念頭並不是對過去的否定，而是一種基於成長的版本更新。他當然知道表演本身就是一種與遺憾共生的藝術，可這不能成為止步不前的借口。做演員到現在，張凌赫習慣了很多不完美的發生，甚至因為一些無能為力的事情忍不住糾結和內耗。但其實任何一份工作裡的任何一個人，都總要面對客觀存在的遺憾。
在期待一個項目可以獲得天時、地利、人和的共同加持之餘，他知道自己更該做的是先盡可能的做好自己的部分。張凌赫能清晰地看到自己成長的每一步，因為對他來說，每一個進步都是邏輯和實踐的共同作用。做任何一件事，在他這兒都必須先有實實在在的付出。就拿最近沉迷的攝影來說，哪怕只是看一張照片，他都會像拆解精密儀器一樣解構它。比如最近他偏愛黑白攝影，就找來了以黑白抽象美感著稱的英國攝影師艾倫·夏勒的作品深入研究。他照片的特點是高對比度，光影很強，傳遞出一種倫敦雨後的靜謐感和孤獨感。雙引號，他甚至可以脫口而出自己在看每張照片時的思考過程。比如有一張艾倫·夏勒的街拍作品，畫面上一個人正緩緩走上旋轉樓梯，他身後是一群馬上就要飛起來的鴿子。欣賞這張照片時，張凌赫會在腦海裡不自覺地帶入自己，想象如果當時拿着相機的人是他。我會想，如果有一天我遇到這個場景，我能不能把這個瞬間抓下來？我怎麼去把這個孤獨感呈現出來？他希望成為能通過照片講故事的人，所以在真正成為這樣的攝影師之前，他要先訓練自己站在這個視角去完成全部的創作流程。從看風景到看故事的轉變，實際上是他觀察世界方式的一種進階。以前去一個地方，他可能只是匆匆而過，但現在鏡頭成了他的放大鏡。你去拍照片、構圖、人文、光影，其實都是在觀察生活中的點點滴滴。雙引號，這種向外探索的觸角，也在其他領域延伸着。去年年底，他參與拍攝了一部以能源轉型為主題的公益紀錄片，在片中他不再是扮演其他角色的演員，而是以張工的身份，深入能源領域的不同工作崗位進行實地體驗。對大學時以電氣工程為專業的張凌赫來說，這有點像一次回到舒適區的奇妙旅程。身處其中，看着曾經熟悉的環境，他仿佛穿越回了大學時代。感覺自己回到了以前的一些熱愛裡，那些公式和原理隨着時間的流逝在記憶中已經漸漸淡忘，但那份基於專業邏輯的熟悉依然讓他感到踏實。借由這個機會，他以一種既親近又陌生的身份，重新審視了那些日常可能已經被忽略的生活機理。我發現，他們的生活其實跟我們的不太一樣。雖然現在已經轉換了職業跑道，沒法再用專業知識去當真的張工了，但這一段經歷也不僅僅是懷舊，他習慣性地把這些真實觸感存進自己的心裡。如果有一天我要演比較接地氣的戲，這一次的經歷可以幫到我很多。雙引號，他似乎一直處於這種敏銳的感知狀態裡，用自己的方式試圖讀懂這個世界的運行邏輯，帶着對萬事萬物的好奇心，不斷地探索世界。